时间很快到了周五这天，因为今天要启程去纽约的缘故，马兰一大早爬起来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箱。现在的马兰已经是归心似箭了。好不容易挺到了下午，萧初然下课之后，叶晨便驱车载着马兰到学校门口将萧初然接上，3口人直接开车前往纽约。按照叶晨的计划，周五晚上到纽约之后，先带着马兰逛一逛纽约的夜景，顺便看看自由女神像。周六带她在纽约四处转转，等到了周日白天，就带着她在纽约逛逛街、购购物。下午就可以送她去机场了。对马兰来说，这次来美国的时间虽然短，但到底也是出了一趟远门，说什么也得买些纽约当地的纪念品和土特产。驱车前往纽约的路上，马兰一个人坐在后排，掏出手机给那位宗秋华发了一条信息，告知对方自己今晚就抵达纽约。宗秋华很快也回了一条语音，马兰为了不被叶晨和女儿听到内容，于是便将语音转化成了文字。文字显示的内容是：马兰，这次你来纽约，我作为东道主，本来是打算请你吃顿大餐，带你好好转转的，可是这2天因为要回国了，所以美国这边很多事情都要在走之前处理完，所以特别忙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要不这样吧，等咱们到港岛之后，你先别着急回内地，我在港岛狮巡道上正好有套别墅，你跟我一起在港岛玩几天，到时候就住我家里，给我个机会尽一尽地主之谊，好好玩几天之后你再回内地。由于语音识别的内容是一点一点显示出来的，当马兰看到前半段的时候，内心还有一些失望，可是当他看到后半段的时候，心里一下子又激动起来。他不由得在心中暗忖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去过港岛呢，这次去港岛转机，落地也只能待几个小时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出机场去见识见识港岛的风土人情。既然有这么个好机会，那不如好好在港岛玩几天，反正这个宗秋华有的是钱，跟着他混吃混喝，不但不用自己花钱，而且他这么有钱，肯定还不会委屈了我。想到这里，他欢天喜地地答应下来，连忙回复道：好啊，反正我回去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不如就在港岛小住几天，到时候就要给你添麻烦了。对方很快回复：有陈姐这层关系在，你跟我什么时候都不用客气，那就先这么说，我这边还有事情，咱们等到了机场再好好聊。没问题，马兰兴高采烈地回了3个字，随后便故作好奇地问叶晨：哎，对了，好女婿，你不是刚从港岛回来吗？你知道狮巡岛是什么地方吗？叶晨很是诧异地问道：妈，你怎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个了？马兰撒谎道：我这不是刚才看朋友圈吗？有个朋友说这地方很出名，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所以就跟你打听一下。叶晨心里倒也没多想，便随口回答问：狮巡道是港岛一个豪宅聚集区，全港最贵的房子基本都在那里了，而且住的也都是港岛最有钱的那些人。妈呀！马兰一听这话，顿时惊呼道：这地方这么厉害呢？说着的同时，马兰心里对宗秋华的实力又多了几分敬仰。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，骗子在还没有跟他见面的情况下，就已经通过特殊的话术和手段，在他心中树立起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富豪人设。现在的马兰心中激动不已，他开始规划起了自己接下来这段时间的行程，先在纽约好好的玩上2天，然后飞到港岛，再到全港岛最贵的富豪区里好好享受几天。到时候自己一定要多发一些朋友圈，也让朋友圈那帮人好好看看自己这潇洒无比的生活方式。叶晨这次还是选择了叶家在纽约的白金汉宫酒店。陈泽楷提前吩咐酒店给叶晨预留了一间总统套房。
办完入住之后，叶晨带着萧初然和马兰在酒店吃了顿晚餐，随后便和萧初然一起带着马兰游览起了纽约的夜景。趁着萧初然帮马兰与自由女神像合照的间隙，他走到一边给费可欣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，费可欣在另一端恭敬地说道：“晚上好，叶先生。”叶晨嗯了一声，开口道：“费小姐，打电话来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已经到纽约了，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明天晚上我会到府上拜访，你跟费老爷子知会一声，让他在家中等候即可。”费可欣顿时兴奋地说道：“那真是太好了！我跟爷爷说了您近期要来纽约的事情，他一直非常激动，刚才还在问我您大概什么时候到纽约。”说着，费可欣连忙又问：“叶先生，您明晚什么时间过来？”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“明晚8点左右吧。”费可欣激动地说道：“好，明晚我提前让人准备好酒宴。”“不必麻烦了。”叶晨道，“我这次跟老婆和岳母一起来的，明晚陪他们吃过饭我再过去，不会待太久，所以不用额外准备什么。”费可欣有些遗憾地说道：“您这么远过来，不在家里吃顿饭，可欣实在有些过意不去。”“没事。”叶岑淡然道，“我这次来纽约，主要是送我岳母回去，她后天傍晚的航班，顺便去跟老爷子见一面，所以形式上不必太在意。”费可欣一听叶晨岳母是后天傍晚的航班，就知道肯定是坐普通航空公司的民航，于是忙道：“叶先生，费家在纽约机场有几架公务机和私人飞机，要不我安排一架专机送您岳母回去吧。”叶晨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大可不必，来的时候已经给他安排一次专机了，回去就没这个必要了。我这个岳母一般人不了解他的套路，还是得让他接些地气儿，不然他飘得太厉害。而且以他的性格，如果飘得太高，不知道将来会摔成什么样子。”费可欣听到这话，不禁低声笑了出来。其实他早在金陵的时候就调查过叶晨以及叶晨老婆一家，关于马兰其人，费可欣虽然没什么接触，但早已经把他的奇葩事迹了解了个七七八八。于是他便也没再坚持，微笑道：“叶先生，可欣明天就在家中恭候您的大驾了。”